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，现在做一个工作记录。这边2号楼收尾的地梁钢筋开始绑扎了，这片挡土墙填起来，放了3、4天，终于有工人过来绑扎了。那边3号楼浇筑混凝土，那个工作面的工人相当于空出来了，开始过来绑扎这边的钢筋。对面的2个师傅正在立柱。今天计划把这边的地梁钢筋绑扎完，明天开始安排木工进来支模板。木工的材料已经调了一部分过来了，这是木工用的木方和模板。这个地梁可能不是很平，到时候模板支好之后，下面是空的，到时候只有填土。这个就沉降的比较明显了。这个贴着的红色胶布是控制整个现场的标高，所有的模板地梁都是以这个高度为准。每一个柱子钢筋上面都打有这个标记，这个标记是以现场正负零起来50公分为准。这个就是这根梁所需要的主筋和附加钢筋。放在这个位置，说明就是这根梁所需要的。这是梁的箍筋，每根梁都通过图纸提前把所需要的钢筋和箍筋之数全部算好，算好每根梁所需要的主筋、箍筋、附加钢筋，在制作房把预制的钢筋做好，然后通过塔吊调到这边来，调过来之后，这些材料它都是按每根梁分好的，然后这些工人根据图纸再绑扎到现场。这个垫层上面我们都是放过线的，这是梁的具体位置。调到现场的钢筋，工人只需要按照现场放线的位置摆放好、绑扎好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钢筋制作场地和钢筋原材料。这些都是钢筋的废料，是需要处理掉的。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砌钢筋废料池，所以说就随地堆放了。主要的原因是钢筋废料池还得花钱，我们老板决定不做了，就放在这里，随时随地把它清走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已经做好的箍筋。梁所需要的箍筋就在这里放好了，每根梁需要多少，什么尺寸，从这里拿就是了。这应该是挡墙的钢筋或者板的钢筋，每个型号都会捆成一捆，做好标签。通过那边那个红色的调直的机器，把这种一卷一卷的调成直条，调成直条之后，再通过那边那个打箍的钢筋打成所需要的尺寸，最后的成品就是这样子。每个尺寸的宽度和高度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应该是柱子的拉钩，这边是成品的直条钢筋，长度是定制的9米，也有12米的，我们进了12米的钢筋的。制作场地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，现场布置的比较凌乱，就在这条公路两边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40，早上8点钟到现场，然后现场了解一下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的情况之后，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交代一下，回去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再出来。回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，有什么情况再说。现在是下午5点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边地梁的钢筋绑得怎么样了。这边是绑扎好的钢筋，成品就是这样子。旁边这个模
模板就是用来封地梁的。目前只绑了前面这一部分，大概有1/3的样子。因为今天下午太热了，然后工人他们都没有过来上班，下午就相当于基本上没有干活。这边也都还没有绑，差不多明天可以钢筋绑扎就结束了。这边是昨天挖出来的地梁，下午把垫层浇筑了之后，今天早上绑扎的钢筋，下午这边工人过来封模板了。这个高差这个位置是之前预留的时候留错了，现在把梁的高度降下来30公分。这个铁确实没办法处理了，就只有这样了。浇筑混凝土的那个地方是3号楼的1段，今天早上接到通知，这边搭上支模架的位置是3号楼的2段，划到我负责的片区里面了。相当于这一片也是我负责管理的。目前这个3号楼2段只是把支模架搭上了，现在还没有其他的材料。要等对面那一栋2楼拆出来的材料